有个叫 Exploring the Unbeaten Path 的 YouTube 博主，在中国拍了不少视频，评论区里外国人说这国家太诡异，画面看着像游戏里的废弃关卡，但我们看这些心里涌出来的更多是种说不清楚的熟悉感。今天挑两个他拍过的地方聊聊，一个关于权力，一个关于民俗，拼在一起倒更像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时代情绪野史。山里藏着一座紫禁城，不是比喻，它的宣传资料里就是这么写的，京西紫禁城，按真皇宫的比例建的，屋脊斗拱，正殿丹池，连黄色琉璃瓦都配齐了，药师殿、伽蓝殿、大雄宝殿金碧辉煌，台阶干净，天王殿的琉璃砖瓦已经铺好，就差最后一道漆。卧佛殿里佛像已经就位，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只是身上裂开了缝，工人留下的生活用品还散在角落，好像人是昨天才走的，现在全荒了，没有后续。建这里的是北京门头沟区政府，2006年斥巨资重建，原计划2010年对外开放。这地方其实是一座有1500年历史的古寺，金代鼎盛时僧众逾万，是货真价实的皇家寺院。重建初衷是把它恢复成北京规模最大的寺院。为什么烂尾？官方说法是破坏性过度复建，2013年被国土局叫停。另有说法是资金不够。两种说法哪个都没完全坐实，哪个都有人信。破坏性过度复建这说法本身就很耐人寻味，意思是它建得太像真的了，超出了它应该有的规格。一个地方政府在一座古寺遗址上造了个能跟故宫比肩的建筑群，然后因为造得太像故宫被叫停了。中国有一类工程从来不是为了用而建的，是为了象征点什么，可以是地方政绩，可以是文化雄心，也可以是某种说不清楚但又急迫的正名誉。我们这个地方盼有这样的东西，朝向、用料、规格都是精心选过的。京西紫禁城这5个字不是随便起的，但这类工程有个规律性结局，要么烂尾，要么叫停，要么悄悄消失在后来的文件里。民间有句话叫气场压不住，意思是你造的东西超过了你的命格，迟早出问题。当然也可以用更世俗的逻辑来说，超出边际的东西都要付出代价。现在站在这里是什么感觉？已经完成的大殿还在，佛像还在，只是裂了，天王殿还在，只是少最后一道漆，脚手架还在，工人的东西还在，整个建筑群就这样停在那里，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，又像是在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续集。当地村民说还会重建，还会开放，但这不是官方消息。钱是断了，还是上面有什么没法说清楚的原因？建这座寺的人后来怎么了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。唯独这一点让它特别像都市传说，事情停在那里，理由说不清楚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温州文成龙岗山，山壁上盘着9条龙，用混凝土、钢筋和瓷砖砌出来的，头身爪一应俱贤，趴在山壁上，看着像某种巨型法器。外国人觉得猎奇，觉得中国搞大型雕塑是真有一套。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反应往往是头皮发麻，然后才反应过来为什么。龙在中国从来不只是个图案，它背后是一整套关于地理和气运的逻辑。龙脉这词儿风水里最核心的概念之一，意思是山脉本身有龙的形态，龙头所在的位置气场最足，那儿出的人就有大气运。历代皇帝选陵墓基本都按这个逻辑来。文成是侨乡，出了很多跑到世界各地去的人。当年投资这个项目的，据说是个在国外做成了事的文成人，攒够了钱想回来做件大事，把龙岗山做成一个集神话、民族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景区。9条龙就是这个景区的主体，连选址都是讲究的。龙岗山里造龙，不是巧合，是算好的。所以这件事的性质远不止搞个大型装饰，这是一种企图，用人造物去定住山体的龙脉，用9这个最大的阳数把整座山的气场锁在这里，然后在这个气场里做生意。9条龙造完了，钱断了，原理没建，配套没跟上，审批也出了问题，项目就这么停了。关于烂尾的原因有2套说法，从来没统一过。世俗的那套说资金链断了，鼠疫的盘子，
9条龙主体完工之后就撑不住了。民间那套说老板命格压不住，开工之后家里和生意上接连出事，最后不得不离场。还有人说9条龙造出来，但没有点睛，龙是死的，地脉反而被钢筋混凝土锁死了，整座山的气场从此变得阴沉。现哪个都有人，互相也不矛盾，废了之后看着反而更别扭。不是因为它荒，是因为它太完整了，9条龙都在，头身照都在，就是没有后续。那种精密的意图落到这么个下场，站在那里会忍不住想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网上版本很多，没一个坐实，但大家都爱猜。山里的假皇宫是权力的幻觉，山壁上的混凝土龙是对命运的妄图。外国人看到的是劣迹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那种熟悉的荒诞。你身边有没有这种逻辑断了的地方？评论区聊聊你见过的中国式都市传说。